大家好，我是许悠贤。接着上一期，我们讲毒王的故事下半段。上期说到，毒王在09年达到职业巅峰。然而，人生总是有起伏的，没有人能一直处于顶峰。到2009年，不知道是过度膨胀还是他真找不到对手了，毒王突然宣布他要跟全世界的扑克玩家在网上挑战1对1单挑，这就是著名的 Duel Challenge， 我们就叫它毒王的挑战。几个重要条件是必须至少同时开4桌对战，游戏的选择有2项，一项是无限德州扑克，另一项则是底池限注 Omaha， 双方必须至少对战5万手牌，游戏的大小盲注必须至少是200-400美元。5万手牌过后，如果毒王赢，那挑战者就要再赔毒王50万美金，反之，如果毒王输，那他就要再赔挑战者150万美金。毒王为什么要设一个这么坑自己的1赔3的挑战呢？根据他自己的说法，由于他实力太强，导致网上的人遇到他就跑，根本找不到对手。这种优秀的烦恼，我们大部分人是不会体会到的。所以说，人太优秀也不好，都没人陪你玩。这就是美国的文化，我牛逼我就要让你们知道，你们不服就来干。那全世界其他玩家的反应呢？马上就有很多人表示不服。更可气的是，毒王还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这个挑战不包括他的好朋友 Phil Galfond， 因为毒王解释说他好朋友很厉害，要照顾到他的心情，所以直接说清楚。感觉他就是除了这一个朋友以外，根本没有把全世界任何人放在眼里，这谁受得了？ Patrick Antonius 第一个表示不服，准备教他做人。在09年2月，毒王的挑战正式开始。Patrick 选择了他最擅长的游戏底池限注 Omaha。刚开始2万手牌，双方是势均力敌，但随后毒王的反击使他们之间的差距渐渐拉开。到4万手牌的时候 ，Patrick 已经输了200万美金。之后 Patrick 不得不提前认输。经过首场大捷之后，独孤求败毒王更是志得意满，连 Patrick 这样的顶尖玩家都被他干掉，他就更洋蹦了，在网上叫嚣还有谁？一时之间竟然没有人向前挑战。其实 Patrick 玩底池限注 Omaha 要比毒王厉害，但是毒王的挑战是要求同时开4桌，这才是毒王真正的优势，因为他年轻，头脑转得快。我估计当时毒王正在商讨跟 Foothill Poker 签合约，这个毒王挑战其实就是给网站做广告。几个月后，伦敦也有电视台邀请毒王把这个毒王的挑战带到线下，主要也是蹭毒王的热度，找了3位玩家做他线下的挑战对手，盲注500-1000美元。由于这个线下挑战只是做节目，所以只录了2天。最后毒王输1场赢2场，合计赢80万美金。到了11月，毒王也跟 Foothill Poker 签了约。然而就在这一段时期， Foothill Poker 网站上出现了一个神秘人物，这个人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，谁也不惧，跟任何人单挑无限德州扑克，网名叫做 Isildur 1。我们为了之后叫的方便，就把后面的1省略掉。这个人单挑非常厉害，刚出现就干掉了几个江湖上的好手。他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大家都猜测他是欧洲的玩家，来美国 Foothill Poker 网站踢馆。有这个虐菜的好机会，毒王肯定不能坐视不理。这个时候毒王已经是大家公认的独孤求败，所以都等着看这场神仙打架的好戏。这2人都是毫无畏惧，直接开6桌500-1000的现金局，互相伤害。1对1是最考验技术的项目，上下波动非常大，而且这2人又是猛如虎。有趣的现象出现了，直到2009年，德州扑克的玩法还停留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压注都在底池范围以内。比如底池1万元的时候，玩家压注一般都在5000到1万左右，这就是当年大家的打法。然而Isildur进攻频率极高，而且总是超底池压注。如果底池有10万元，他经常压20万，这种战术非常前卫。虽然现在这种超时压注的打法很常见了，但是在2009年根本没有人这么打牌。跟对手比起来，毒王的打法显得特别温柔。翻牌前反加注之后，很多时候都是过牌，然后Isildur就压注，感觉毒王就像个沙袋一样，不停地被对手吊打。这场较量很快就变成Isildur的犯罪现场。毒王在2个星期内居然输了他400多万美元，
毒王的神话突然破灭，让大家看到他并没有他说的那么牛，还是能找到对手的，而且还被人家给虐待了，让他领悟到了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人外有人的道理。其实毒王这期间正在拍摄线下的毒王挑战，还有 High Stakes Poker 的第6集，然后他呢被易碎队打这么惨，也没怎么睡觉，似乎倒也不影响他在线下拍摄节目的时候发挥。易碎队顿时成为2009年的热门人物。这个人也是个旺人，同时开多张牌桌跟顶尖高手对决，你跟任何一个高手开好几桌打就已经很费神了，他居然同时开9桌跟 Phil Ivey、Patrick Antonius 还有毒王同时打，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儿，而且以后也没有再发生过。那这个行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我就不先说了，我以后有机会再讲他的故事。扑克发展到2010年的时候已经进化很大了，细分出各种专家，比如说6人桌、4人桌或者1对1桌的专家。专家的特点就是他们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一种类型的扑克，像易碎队就是典型的1对1的专家，毒王就没有细分他的领域。有趣的是，易碎队跟毒王当时单挑的时候完全符合毒王挑战的任何条件，连毒王都邀请他参加这个毒王挑战了，但是易碎队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儿，可能当时他是不想暴露身份，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把毒王当盘菜。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名字叫 Victor Bloom， 是个瑞典19岁的小伙。虽然被易碎队搞得很惨，但是毒王毕竟是毒王，他一个咸鱼翻身。2010年几个月之后，他把之前输的400多万美元全都赢回来了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人们对他的这种无懈可击的印象已经有了改变。渐渐的，网上这些单挑专家就开始研究要不要接受毒王挑战。毒王呢，正好也不喜欢被人看扁，看他们在这研究，他也很不爽，就一直叫嚣：“那你们来呀，你们上啊，你们赶紧接受挑战啊，我等你们。”其中一个令毒王非常不爽的人叫 Daniel Gates， 这个人的网名叫 Jungle Man， 那翻译过来就是丛林人，我们就叫他丹。丹也是一位单挑专家，他自从看了易碎队跟毒王的交手之后，就一直蠢蠢欲动。只是他的资金没有毒王雄厚，一直考虑要不要打，但是很犹豫。毒王一直有恃无恐的叫嚣，让他感觉很奇怪，因为他之前跟毒王交手很多次，他赢毒王不少，但是呢，他怕毒王有什么杀手锏，看毒王这么自信，自己也是心里没底。后来丹就认定了毒王就是盲目自信，就成了第2个毒王挑战的正式对手。2010年8月，第2波正式开始。丹其实跟易碎队一样，都是单挑的专家。易碎队的打法一看就是自己琢磨出来的，一顿乱拳，直到把对方给打趴下。而丹的打法就特别科学，所有的动作都是计算好的。然后呢，毒王看到丹的攻击性非常强，一开始拿很多大牌的时候都故意过牌，放诱饵给丹咬，丹果然就上钩了好几次。当时毒王特别得意，还在牌桌上打字对丹说：“你居然认为自己能赢，真是太可爱了。”原来一直以来毒王都是故意输给丹，这样呢是放长线钓大鱼。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？并没有。7000手牌过后，毒王发现自己已经输了70万美金，他没想到自己刚放完狠话就被啪啪打脸，这才意识到对方的实力不在易碎队之下，整个局势完全被这个丛林人控制住了。打到19000多手牌的时候，毒王已经输了120多万美金。看来丹一开始担心毒王有什么杀手锏，是真想多了。就在大家等着看毒王有什么方法可以逆转乾坤的时候，他居然玩上了躲猫猫，玩各种其他的游戏，各种桌，但是就是不继续玩自己的挑战。每次单找上他，他就总是有理由推脱，要不就是哇今天好累啊，不想打了，要不就是你看那桌鱼这么多，咱们赶紧去抓呀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像个泥鳅一样，总是抓不住他。丹也是一个比较中二的人，总能被这些理由糊弄过去。到了2011年，就在大家等待着他们2个怎么收场的时候，黑色星期五发生了。4月15日，
美国所有的扑克网站全部被封禁，连当时玩家们账户上的钱都被封了，毒王挑战也不得不终止。直到2020年的今天，这个封禁依旧没有被解除。美国只有4个州可以合法的在网上打牌，而毒王和丹的挑战直到今天都没有正式结束。自从黑色星期五之后，毒王就很少出现在媒体上打牌了，只是听说他一直在澳门打牌，而且打的局都是非常大。以前在电视节目上看他们打100万美元的底池已经非常大了，但是后来听说毒王他们在澳门打牌底池都是1000万美元量级的。哎，有钱人的世界真是不可思议。德州扑克也是近10几年才在中国火起来的。刚开始中国玩家经验不足，玩的又大，很多欧美职业玩家都去澳门捞金。毒王也是那个时候就正式转型成为线下职业玩家，传闻他是赢了不少。然而多年过去了，毒王也没有什么消息，澳门再好也不至于从来不回家吧。渐渐的有些传闻就浮出了水面，传说毒王在澳门输了不少，说他打一手牌输了1000多万美元，还有人说他欠下帮派巨款，被控制住了，不把钱还清不能回国。反正不管怎么说吧，他玩的还是全世界最大的赌局，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愿我们就不知道了。这些局买入都至少是100万美元，看他跟中国的老板们关系也还可以。毒王直到2017年参加了 Poker After Dark 的节目重启，才重新亮相在大家面前。8年不见，毒王的娃娃脸上印上了几道深深的皱纹，看着越来越像乔布斯了。看来他经常1个礼拜只睡几个小时觉的坏习惯果然没放过他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毒王打牌不像以前那么疯狂了，这也是意料之中。这么多年来，打牌的人估计都把他的战术给琢磨透了，他可不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的投机，只是感觉他的实力没有跟8年前有什么明显不同，而且有一手牌还犯了一个对他而言比较低级的错误，被对手给抓中了。节目播出后感觉实力依然在，但是不像以前那样一枝独秀。要看毒王在当代是什么水平，我们要看一下17年之后毒王在泡华老板组织的传奇系列里的表现。传奇系列里玩的都是短牌德州和普通的无限德州扑克，短牌德州是澳门玩家为了游戏更刺激而改编出来的。你看他们多会玩，2到5这些牌直接去掉了。大家想一想这个玩家的心态啊，我跟注就是为了等牌，谁会去等这个2呢？所以这么一看，这个设计还挺贴心的。除了同花比葫芦大，其他的规则都是一样的。传奇系列都是大老板的局，所以买入都是100万量级。这些职业玩家的买入应该有一大部分都是别人投资的。光从有限的这几期节目来看，毒王的表现不怎么样。每次看他把筹码全都推进底池的时候，总是落后对手。比如这手牌虽然是短牌，但是在正规的德州扑克里，他这手牌相当于是拿一个超对去跟注一个牌面上有顺、有同花还有葫芦的一个牌面，拿这牌去跟一个像绞肉机一样的选手对刚，实在是不明智啊。还有这手牌，这是翻牌前员工给老板发工资。感觉毒王已经懒得在牌桌以外的时候用电脑软件分析战术了，他打牌还是靠临场的灵感偏多。你看这些新一代的玩家，一个个不都像机器人一样吗？但也并不是说老玩家就都不行了，还是有很多硬朗的选手，比如 Andrew Robo 和 Gary Ellison， 这些玩家当年一直就在，只不过当年毒王是独领风骚，现在他们才得到了该有的关注。现在回想毒王的那些传闻，可能还真有点真实度。那回到上期的提问，毒王在2020年算是什么样的水平呢？在我看来，以他目前的状态，不能算是顶尖玩家。虽然说他还是玩世界上最大的赌局，但是这些赌局毕竟都是老板局，所以竞争也没那么激烈。毒王现在的实力是体现在他可以被邀请入座这样的赌桌，这是少数几个欧美玩家可以做到的。那我为什么会说他跟当代的这些顶尖玩家比有一些差距呢？其实差距是很小的，我会在下期继续讲解。